一个疯了几十年的二哥突然清醒了，先是帮年迈的父母砍了几天的柴，然后争着做饭、洗碗、打扫卫生，把之前发疯破坏的墙面一一修复，给以往错过的红白喜事通通补上了红包，没结婚的晚辈也都提前给了。这些年被他糟蹋的屋顶也修缮好了。母亲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那几天始终陪伴在二哥的身边，寸步不离。可几天后，二哥终究还是没有醒来，神游世间数十载，一朝归来了红尘。区区14个字描述的便是那神秘的守村人。今天的故事来自于一位东北老哥，讲述了他那颠傻痴狂几十载的二哥。故事开始之前，莫言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：你们老家是否有一位守村人呢？他们通常表现得有点呆傻，甚至有点疯癫，但是内心却不坏。村里大大小小的事他都心知肚明，聊天的时候甚至还时不时地蹦出来几句金玉良言。他们一不外出打工，二不种田务农，整天在村子附近像是巡逻一般转悠。邻里之间的红白喜事，守村人更是热心帮忙，不求别的，只为一口饭吃。据老人说，守村人是在转世时丢弃了一魂二魄，投胎为愚笨之人，去吃妹妹魍魉，凭阴阳定五行。现在让我们回到故事本身。这位东北老哥出生于70年代，父亲是钢铁厂的普通工人，母亲无业种着1亩3分地维持温饱。东北老哥在家排行老三，一个年长他10岁的大姐和大他8岁的二哥。在那个年代里，家里没有个男孩子是不行的，所以大姐刚能在地上跑，她的父母就开始了二胎计划。前期一切顺利，可当生下二哥时却出现了意外。二哥不像寻常婴儿一般哭喊，反而是目光呆滞，没有任何反应，任凭医生护士怎么拍打屁股都没有动静。父母当时没有把二哥的这种情况放在心上，可时间久了便发现二哥有着明显的智力障碍，甚至钢铁厂开办的学前班都无法毕业，愣是晚了2年才升到小学。可这对于二哥来说却是一场折磨，天生呆傻愚笨的他根本看不懂那些所谓的语文数学，就连10以内的加减法都整不明白。后来2年级的时候便退学回家了，他的父母面临这种问题做出了和所有人一样的选择，那便是开始了3胎计划。好在1年之后，随着投稿人东北老哥的降生，这个家庭又恢复的正常。可也就是这样，二哥的家庭地位更低了，原本父母和大姐都把他当作家中唯一的香火，就算二哥再怎么呆傻痴狂也会尽全力照顾。但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，甚至可以说故意放纵不管，任由二哥白天想去哪就去哪，如果到了饭点还没回来也不会外出寻找了。就这样过去了10年，25岁的大姐受够了这种生活，选择南下打工，最后和工厂同事结了婚，就连酒席都没回东北老家办。投稿人非常清楚，大姐这是在极力的逃脱原生家庭，想要过属于自己那份没有累赘的生活。而在这10年中，二哥越发的不正常，状态好的时候整天在村子里闲逛，肚子饿了随便去到一家邻居中讨要几口吃的，状态不好的时候则在家中打杂，甚至还会爬到屋顶上房揭瓦。而最让二哥开心的便是村子里的红白喜事，不管谁家结婚迎娶，他都第一时间冲在前面帮忙，抬桌子搬椅子，起哄打闹，仿佛这些喜事的主人翁是二哥自己。可一旦红白喜事过去后，二哥又变得呆呆傻傻，他的父母整日的以泪洗面，但哭的原因并不是二哥给他们闯祸了，而是想到一旦他们100年之后二哥该怎么办。远在千里之外的大姐已经成家，肯定靠不住了，而投稿人东北老哥年仅10多岁，未来还要娶妻生子，哪有女人会接受这样一个累赘呢？这段时间里，父母听老人说二哥是传说中的镇灵人，在转世时候自愿放弃一魂二魄，化身愚笨之人，守护一方水土安宁。如果哪个村子里没有镇灵人，那么这个村子多半会有大灾大难发生。还有老人说二哥是来讨债的，上辈子他的父母一定欠了二哥很多因果，前世的债今世还。时间就这么又过去了10多年，二哥此时已经35岁了。就在这1年，诡异的事情出现了，呆傻几十年的二哥突然清醒了，一声不吭地去到院子里砍了一上午的柴，中午还帮父母刷锅洗碗，第2天从邻居那借来材料修补了这些年被他破坏的墙壁和屋顶。第3天，二哥问父母要了几十块零钱，用红纸包上送给了这些年他参与的红白喜事的家主。父母这个时候似乎感应到了什么，一到晚上就陪在二哥身边，但二哥在第4天还是没有醒来，就这么无声无息地走了。村中的老人说二哥这是了却了凡间事，阎王也给了他3天自由身，神游世间数十载，一朝归来了红尘。